不知道大家经不经常看一些西部片，就是里面经常会有一些牛仔，就是一言不合就街头单挑，拔枪对象。有时候尽管是其中一方先拔的枪，但是往往是后拔枪的那一位获胜，或者说先拔枪的那一个人还没有开枪的时候，后拔枪的那一个人反而就是比他更早开枪。不就是主角光环吗？其实这就像是剑道里面说的先知先，就是在察觉对方要进攻之前，比对方更早的进攻。虽然有人可能会说了，这只是电影中的一种表现的手法，毕竟技术相近的两个人肯定是先把枪的那个人会赢。不过这个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东西了。实际上先知先或者说后发先至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这个其实就得先说到人体的反射神经。提到反射神经的话呢，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一些像是膝跳反应，就是当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如果说有人拿一个膝盖，拿一个膝盖，拿一个膝盖敲你的榔头，敲你的锤子。就是当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别人拿一个小锤子捶你的膝盖的话，你的小腿就会自动的往前踢，这就是膝跳反应。哦，还会这样的吗？对啊，我来试一下。别。那么反射神经的话呢，其实就是人的一个接收器，接收到了一个信号，就比如说视觉上你看到对方拔枪了，这份信息经过了神经传入了脊髓，通过运动神经元再从脊髓传到肌肉纤维，肌肉纤维呢再做出相应的动作，而这一整套流程都是无意识中发生的，所以说速度非常的快。那么曾经有个叫做威尔士曼的心理学家想要了解一下是否真的反射神经的动作可以比自主性的行为还要快，就和他的一个团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找来了一群志愿者，让他们中门对狙。其实这个实验内容很简单，就是为了模拟开枪这个动作，他们在桌子中间放了一个主按钮，然后在主按钮的右上角和左上角各自放了一个小的按钮。实验对象呢需要先按一下主按钮，然后再按右上角的那个小的按钮，接着再按左边的那个按钮，最后再返回这个主按钮，这样就完成了一套流程，就是开枪的动作。他们在开始实验前呢，也会让这些实验对象就是先试一下，就是先练练手，让他们知道这一整套流程是怎么样的。接着就是为了模拟对抗的情况，实验对象会被要求面对面坐着，他们自己的桌上会有各自的一套的按钮，他们各自的目标就是为了比对方更快的完成这一整套流程，但是有另外两个规则加了进来。首先是不会有指示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按这个按钮，因为如果有这个信号的话呢，他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是接收到这个信号而做出的反射动作。另一个规则就是他们需要等待，在实验开始之后，两个实验对象面对面坐好之后，他们需要稍微等一等，但是具体需要等多久，实验对象是不知道的，就可能是1秒，可能是2秒，可能是3秒，可能是5秒。如果其中一方先手，就是先按了这个按钮，但是还没过这个等待的时间，那么他们就会被要求重新开始。这其实就有点像是牛仔对决之前的时候互相观察的阶段。后来实验结果发现，当你观测到对方要按下按钮的时候，后手方按下按钮的速度平均上要比先手快了21毫秒。那么这种接收到信息后才做出的反射动作，在这3个按钮之间，第一个按钮会有最明显的加速动作，因为你刚观测到对方做出这个动作，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按下左按钮嘛，所以说这一段时间是最快的。不过尽管就是后手可以就是有个加速度，但是如果说他们的这个加速没有给他们带来足够的优势的话，他们还是会输掉。于是呢，这一个实验团队认为可能是因为3个按钮要花的时间太长了，才导致了即使有这个加速度也很难赢过先手的人。于是他们做了一个额外的实验组，就是把3个按钮改成了2个按钮。结果呢就同样证明了就是的确有后发先至这个优势，就是如果说你是后手方的话，你的反射神经带来的速度会帮助你赢过这个先手方。不过有一点倒是在意料之中，就是尽管反射动作很快，但是它的精确率要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在这个实验当中，后手方会出现没有按到该按的按钮，或者说按的按钮的力度不够，就系统检测不到。这种情况要是放到牛仔对决中，就像是你拔出了枪，但是呢没有按下扳机，反而把子弹甩了出来。枪斗术枪斗术那是那样啊。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所以总的来说，如果说是2个技术高超的牛仔对决的话，后拔枪的那一位胜率可能的确会高一点，因为他拔枪、瞄准以及扣动扳机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已经刻在他的肌肉记忆里面的，所以说他们靠这种反射神经来做的动作，精确率要比这个实验当中的这些按按钮的人要准确得多。如果说是2个外行来对决的话，那么就会是一场菜鸡互啄了。